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来到山西晋中市。这个晋中市和太原呢是紧挨着的，就有点像广州和佛山相当于已经是同城了。在晋中的榆次区有一座庄园是一定要过来看的，那就是常家庄园。在山西有很多大宅院都是叫做某某大院比如说很著名的乔家大院。但是你看这里，人家叫庄园中国儒商第一家。你知道常家大到什么程度吗？60万平方米。60万平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是7140平方米，60万平方米就相当于8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这也太大了吧！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故宫大家知道有多大吗？72万平方米。你看常家庄园是不是仅次于故宫呢？还好没有超过故宫不然呢就是以下犯上了。常家庄园所在的村落是叫做车网村，仅仅这个庄园就占去整个村落的一半。庄园里面总共是有楼房50来座，13个小园林，房间总数是达到了4000来间，4000来个房间轮着来住，每天住一间，10年也住不完。我也算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私人庄园。常家庄园的格局可以总结为1山1阁2轩4园5院6水9堂8帖13亭25廊27宅院。现在整座庄园开放给游客参观的区域大概有12万平方米，不及原来的1/6，但仍然很大。想要完整的逛下来恐怕1天时间都不够。这就是常家庄园的大门了，人家不仅有城楼，而且呢有城墙，还有护城河，这也太气派了不过现在下面呢就没有水了，都是雪。这里的门票是80块钱，有点贵现在呢准备检票进去。进入大门之后看到的就是一整条街在当地呢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乔家一座院，常家2条街这第一座建筑就是常家的祠堂，真的是相当的气派你看，就连这些围栏都是石头雕刻的。在祠堂的大门口是有2根像旗杆一样的东西这个呢是叫做桅杆。大家看这上面呢是有2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叫做斗。如果说1斗的话呢，就是中了举人；2个斗表示中了进士。在祠堂的正对面是一面8字照壁，这上面呢是有240个字，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寿字的不同的写法。因为中国是以60作为一个甲子嘛，240个字呢就相当于是4个甲子，那么就寓意着4世同堂，多子多孙这两边的砖雕分别是鹤还有鹿，这个就是寓意着福禄双全。现在进来常氏宗祠的里面来看一下。一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大水缸。大家知道这个水缸除了消防作用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吗？大家看一下这座大门除了门这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什么作用？像不像是一个戏台？你看在这里呢，它是留出了一点点凹槽，那么在这里呢，它就可以架起木头把它给搭起来。然后这个大水缸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扩音器，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唱戏表演给他们的祖先以及后代来听。这祠堂的第2道门是双层镂空雕花，上面的图案呢是松鹤延年益寿。这门口的2个小狮子头部呢都是被摸得很光滑。这地上还有一堆堆的积雪说明现在天气依然还是有点冷。进来看看。下面的供桌上还摆放着金山银山。从这个祠堂右边的一个小门出来就是信园了。在这个信园的里面是满满的积雪非常的漂亮在这个信园的中心有一个孔子的雕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常家来到这里奠基之后呢，繁衍到第8代，已经有24个兄弟了。那么其中一个呢叫做常威。常威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但是这个常威和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常威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个常威生活的年代是清康熙年间，也就是公元1700年左右。
常威为了摆脱家庭贫困的状态啊，也算是饱读诗书了。在有一年准备参加县试的时候呢，就苦于没有这个经费而苦恼。一天夜里常威就迷迷糊糊的睡觉去了，恍惚间他就来到了文庙，见到了孔子。常威就向这位圣人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孔子听了之后呢，就对常威说：“邦有道，见且平焉，耻也。”常威就问不见之术。孔子说：“尔可笑端木。”端木就是孔子经商致富的弟子。常威听了之后就如梦初醒了，意识到这是圣人给他指点人生之路，就放弃了科考之路，而是立志北上经商。如今一座刻有孟胜立大志的石刻就立在常家庄园的信园中。所以说，常家家族命运的改变是从常威这个人开始的。这里就是晋园了，刚刚的信园呢也是属于晋园的一部分。看一下这个园林，是不是特别有南方的色彩呢？因为他们家族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嘛，所以呢他们家的园林也是融入了很多南方的色彩。看看这些亭台楼阁，中间原本是一个湖的，现在呢变成雪景了。他们常家做生意不单做遍了全国各地，而且呢还做到了俄罗斯甚至欧洲，是清朝末年中国北方外贸的第一世家。看看这个园林，这就不难理解他们家为什么叫做庄园而不是叫做大院。这后面有一个楼阁，站在这上面可以俯瞰整座庄园，后面呢又可以看到万顷良田我们常说富不过3代，但是他们常家却富有了200年，200年整整8代人都有了吧？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这是他们家的书院，他们把整座学校搬到家里来了，而且呢请了最好的老师。这是石云轩法帖，都刻在壁上了。学而思，这墙壁上也是挂满了字帖。这一块石头是不是特别漂亮？它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梦比山。这块石头是来自安徽的灵璧石，是中国4大名石之首常家是以这块石头作为隐蔽，取灵验灵气之意，期盼族中的子弟成栋梁之才。因为它的形状很像是笔架，所以呢命名为梦比山。你敢想象吗？就这样的书院他们家有10几座呢。这个就是书院的大门了，石云轩。你看在两边呢有学海2个字。刚刚呢就是从这边进来你看就是这样一整条街。这里还有一座石牌坊呢。我们再回来看看这座大门有什么玄妙之处。在大门的入口处呢，它并不是狮子，也不是鼓，而是一个花瓶。你看瓶子的上方呢是有2个狮子，这边呢是一个小孩，寓意着什么呢？世事平安。这个就是大人对小孩最基本的期望，因为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从牌坊过来就是进士第，我们进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亭子，这是他们家族的家训如果说有小孩子不听话，就会被拉到这里来面壁思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刻着的字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圣洁，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衣冠必素整，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我们从这边的阶梯上来，这中间呢是福禄寿3星，这里面呢是有常侍简史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两边呢都是展厅，他们家族做的生意很杂，有盐铁、布匹、茶叶。你看这个呢就是织布的机器，这里呢还放着一些线棉花之类的东西。这边呢也是织布机，看来这一台机器不像是国产的，像是清朝末年进口的。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应该是他们晋商的同乡会。在这后面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展厅，在这个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骆驼在鼎盛时期他们家族拥有将近1万匹骆驼从咱们中国将布匹、茶叶运到俄罗斯乃至欧洲去贩卖。他们晋商走出来的这条路线被称之为万里茶路，
那么在国外啊赚了这么多钱，怎么把它带回来呢？这些晋商啊特别聪明哦，你看他们是把银子啊熔铸成像西瓜一样大的银弹，而且在上面呢还印有大德玉记的这样的商号。如果说有劫匪啊抢到了这些银弹，他们也不好运输，因为这么大确实很重。那么就算被他们抢去了之后呢，被官府查到啊，也是比较容易辨认。他们是把这个银弹啊称之为银冬瓜，还有银匕首，这个是银酒壶。这些呢就是以前的马灯了。因为那些劫匪啊把这个银弹抢了之后呢，又是很容易被官府辨认，而且呢很难运走，所以呢被称之为没奈何。我们来看一下长嘉的万里茶道啊，他们是把福建的茶叶啊运到湖北，然后呢经过洛阳、祁县到达榆次，然后经大同啊一直到库伦，然后呢再到阿拉木图，最后啊运往莫斯科。这个就是他们主人家居住的房子了，我们进来看一下。这正中间呢是摆放着一个时钟，时钟的两边呢是各有4个花瓶，这8个花瓶呢就代表着4平8稳。这左右两边呢各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呢就代表他们家族啊可以平静的过日子。这左手边呢还放着一个温酒壶，据说这个酒壶啊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你看这上面呢还倒插着几个酒杯，像这样的酒壶大家见过吗？这个房间里啊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张桌子了，它是用海南黄花梨做的。据说啊1两黄花梨可以换1两黄金呢。这个桌子呢可以顺时针旋转啊，代表着顺风又顺水。上面呢还有一个木盒子，也是用海南黄花梨做的。这一间呢就是主人房了，我们进来看一下。其实空间也是蛮大的。这个床啊就是在这个木门的里面，里面呢看起来空间比较小，但是呢比较聚气，因为北方啊冬天比较冷嘛，所以呢空间小啊反而比较温暖。与众不同的是，在床的两边呢各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啊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就是说主人家在里面，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两边呢有没有来人。这个呢就有点像是汽车的反射镜啊，也可以说是古代的监控吧。其实古代越有钱的人呢是越注重自己的隐私啊，所以呢是放了2面镜子，防止别人偷窥他。这个房间呢也相当于是一室一厅了，在这边呢还放着几把太师椅，可以在这里会客。出来这边之后呢，两边呢是有一些厢房，我们也进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还放着一张半圆形的桌子，上面是放着一些装饰用的屏风。其他房间呢也基本类似。这里面呢是一个炕，看看这些砖雕和木刻，是相当的雍容华贵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啊，都是呈现出一种土黄色，但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带有颜色的，只是时间久了，大部分颜色都已经脱落掉了。出来这个门之后呢，就是他们家小姐的绣楼了。小姐呢是住在第2层，1楼啊是给那些丫鬟住。其实他们家的小姐呢，平时啊也下楼下来接待亲戚朋友啊、会客啊等等。他们也是要去旁边那座书院读书的。从这个侧门出来之后呢，就是这座房子的照壁。据说这座照壁啊，上面呢是隐藏着一个藏宝图啊。如果谁能够解开这个谜，谁呀就可以得到这笔财富。当然，我相信呢，就算你现在解开了这笔财富呢，你依然拿不到。这上面呢，看样子呢是有很多文字，但实际上啊，也有可能是符号。还有一些图案呢，是他们家族银子的票号。我现在来到他们家族藏银子的地方了。他们家这么有钱啊，
银子怎么放呢？我们进来看一下啊。他们是把银子藏在地窖当中。你看，是用这个木板把这个地窖的口呢给封上。这个地窖看起来也挺深的。这个地窖的墙壁上呢，还有一些孔洞，可以顺着这些孔洞爬进去。这一边呢还有一个入口，但这里呢就全部被封起来了。那他们常家到底有多富有呢？他们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晚清政府1/3的收入。那么今天常家大院的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条视频乔家大院见。